歡迎收看《寰宇全世界》，帶您走進全世界，全球各地的觀眾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我是何榮。兩岸大事國際焦點深度剖析，打開視野。透過 YouTube 收看朋友，請您幫我們按讚、訂閱、加分享，動動手開啟小鈴鐺。也歡迎您告訴我們在哪個城市打卡收看。當然，歡迎大家多多的發表您的觀點與意見，跟我們互動交流一下。好，來歡迎今天3位來賓。首先是前大使、清華大學副教授趙林大使。好，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各位聽眾，大家好。好，另外是亞太防務雜誌總編輯鄭繼文，繼文兄，大家好。還有美國共和黨前亞太區主席方恩格 Ross， 大家好。好，歡迎3位老師。觀眾朋友，我們還是從中東的最新局勢帶您關心起啊。那麼根據最新的外電呢，我們所知道的是半島電視台、阿拉伯語頻道還有美聯社他們最新報道說，美國駐伊拉克巴格達大使館傳出遭到攻擊。另外呢，就是在最新的這個可以看到我們的手板上面呢，杜拜國際金融中心啊，在周末也傳出了遭到伊朗無人機的殘骸給擊中，還好呢，只造成了建築物的外牆輕微損壞，沒有人傷亡啊。但是呢，確實已經引起了海灣國家的不安。好，這是杜拜國際金融中心啊，因為無人機它沒有直接的去衝撞，但是呢，遭到碎片的一些波及啊，受損，玻璃的外牆破碎，這是來自於路透社的最新畫面。那麼現在呢，針對美國跟以色列聯手打擊來出兵攻擊伊朗呢，已經超過了2個禮拜了。現在關鍵點就在於美國總統川普他的態度，也成為各方關注的焦點。3月14號，川普表示他有信心，在美國跟以色列的軍事打擊之後，伊朗人民會起而推翻神學式的政權。但這可能不會立刻發生，因為根據美國的劇本想定啊，是發動大規模空襲，然後人民起義推翻政權。川普的口徑這幾天呢，也一直在改變啊。在這之前呢，我們看到川普在眾議院共和黨集會上發表演說的時候，他先是說這場戰爭是短期行動，可能很快就會結束，但隨後呢又宣稱說贏的還不夠多。接着呢，他也呼籲伊朗的領導人無條件投降。但是伊朗最高前領導人哈米尼的心腹啊，就是負責現在在輔佐新任接班的穆吉塔巴的這位國安會領袖，叫做拉尼賈尼，他則反嗆美國。他說呢，伊朗這個甘願犧牲的民族不怕美國人空洞的威脅。好，那還有一個最新消息呢，也就是呢，在這次的軍事行動當中，根據 BBC 的報道哈，有美軍傷亡，而且呢，這架 KC-135的空中加油機呢，在伊拉克的西部失蹤，應該是墜毀。那在上面呢，這個過程當中呢，這個報道剛才 Ross 有特別幫我們更新了一下，是有 6 killed， 也就是有6名美軍不幸喪生。好，那現在種種看到打到今天已經超過2個禮拜了。好 ，Ross， 我先請教哈，因為目前為止有不少的戰略分析專家也認為這次的行動，美國在戰術上是成功的，但是在戰略上是失敗的，你同意嗎？不同意。怎麼說？怎麼這麼早說是戰略上是失敗了？因為還在打仗，還在空襲伊朗啊，我們不知道最後的結果會是如何。比如說伊朗政府會投降，或者你剛剛有提到有這個起義的人民起義的可能，這個也不能排除。所以最後的結局到底是什麼？那目前還太早，真的是不知道。那川普會他目前打算打到什麼程度？什麼時候？我們也都不知道。你怎麼看川普現在的口徑一直在改變哈？他好像就是看見钞摘鈔，這樣，不管是哪一個議題，他一直以来都是這樣，就是看形勢說話，是這樣子嗎？重點是我們真的不知道他有什麼最後的目標是什麼，因為你剛剛說的他說法的確是有改來改去。那他真的要推翻這個神學人士這個政權，或者鼓勵人民起義，或有其他的打算，比如說義軍投降就好了。我們目前真的不知道。所以你覺得川普在發動對於伊朗的攻擊行動之前，有先設定好一個更明確的計劃表，或者是執行進度表？至少要處理核武跟遠程導彈。這個很明顯有這個計劃。但是有關伊朗的，比如說石油設施或政權等等，我們真的是不知道川普有什麼想法。
真的不知道。那你怎麼看說？我們剛剛特別提到了最新，就是包括伊朗的攻擊行動，哈，已經不只是針對就海灣國家的美國的軍事基地，現在也包括了一些非軍用的設施啊，包括像是這個杜拜的國際金融中心，雖然不是直接命中，但是呢，已經造成了不安了。這是非常很笨的選擇。你這樣子就會引起波斯灣國家不管是政府或人民的反感。這樣不會給美國間接壓力嗎？完全不會。本來這些我個人認為，本來這些波斯灣國家政府，先不講人民，但是政府是支持美國跟以色列的行動。雖然不能公開說他們支持，但是我們都知道他們非常討厭伊朗，也不希望伊朗有這個不管是核武或遠程導彈，所以其實他們是很支持美國跟伊朗的行動。那伊朗這樣做，轟炸不管是辦公大樓、住宅、飯店等等或公共設施，那就會引起政府越來越願意公開支持美國跟以色列。人民也會支持，所以這個是伊朗很 stupid， 真的是非常非常笨的選擇。好，這個同樣的問題，我想問一下紀文兄，你覺得會給美國壓力嗎？我覺得美國的壓力其實隨着這個戰局這個持續這個往下走，它的壓力一定是越來越大。對，不只是在戰場，那瞬息萬變的情勢，特別我們發現美國已經從這個中東以外，包括歐洲、包括亞洲等地區調了很多軍事資源，集中在中東這個戰區附近。顯然就美軍原來的預測來講，哇，沒想到戰局要打那麼久。那再加上戰局打越久，通膨、全世界經濟的壓力、危機等等，我想對於川普來講，他這個壓力是不只來自於美國國內，連外部國際給他的壓力也很大。因此之前預想的這種快打結束，顯然和目前的發生的狀況是有嚴重的誤判。如果你是伊朗的話，因為現在伊朗對他們來說戰略上就是拖下去，會怎麼打？我當然就是持續目前的步驟，就是不斷用這個自殺無人機，特別這種小摩托，便宜、管飽、管夠，然後給你帶來無限的這個困擾，讓你這個深陷中東的整個戰局，那消耗你美國國際的這種聲譽，消耗你寶貴的這種軍事資源，那拖下去的話，就以拖待變。那我想，對於伊朗、以色列和美國三方來講，誰最不耐拖？我想最不耐拖就以色列，再來就是美國。我想伊朗在這個部分，它是很有打消耗戰和持久戰的本錢。對，草鞋的就是不怕穿皮鞋的哈。最近這個在談到伊朗的這個戰爭的時候呢，其實大家都會用這句話來形容哈，就是伊朗現在想辦法的戰略就是拖下去啊，用時間來換取空間。所以 Ross， 你覺得，因為剛剛提到說川普的口徑他一再的改變哈，你覺得他會用一個什麼樣的方式去宣布說，至少在這一次對伊朗的軍事行動，美國已經取得了勝利？因為他一定是講美國成功的嘛。那當然他最後還會說美國是成功，而且他會說在他領導之下，對，美國就成功了，他一定會這樣說。那這個要看過不管是幾天、幾個禮拜或幾個月，那要看伊朗的軍事能力還在還是越來越沒有了。那目前好像是還有這個能力，還有反擊的能力。但是過幾個禮拜或幾個月還有嗎？我覺得這個是不一定了，因為他們用完就他們真的是很難補了。那你說美國用很多軍事資源，甚至要從亞太地區調到中東去，但是美國還是有這個能力，生產的能力有。錢是有的，但是伊朗打一陣子會繼續有能力繼續打嗎？我覺得拖一陣子，伊朗就沒有。你覺得伊朗已經沒有能力打了？我個人呢，覺得我們剛剛討論的重點忽略了一個點，就是美國現在今年11月要期中選舉，所以呢，這個川普呢，雖然提到說在國外的那個。碰到了反對聲音，還有國內的一些一些反對的聲音。可是現在川普內心呢，就念茲在茲的，倒不是這場戰爭要打到什麼時候，或者能不能打贏，會不會能夠遂行他的目的？他現在擔心說，這個戰役對我的這個11月的 midterm election 會不會有影響？會不會有影響？影響到多大？所以呢，我覺得任何的，我必須要這個冒昧提到美國的政客，我想 Ross correct me if I'm wrong， 美國的政客啊。
他沒有什麼那個道德的標準，沒有什麼那個民主正義的那個一個目標，他完全想說我能不能夠獲選，已經選上就說我能不能夠連任。所以大使停損點必須要設立來。那所以這個時間點，你覺得呢？因為现在川普已經講了4個禮拜嘛，現在已經打了2個禮拜了，還剩2個禮拜啊。我個人覺得這個美國有句話就是說 ，You win the battle, but you lose the war。就是說中文翻譯就是說你贏得一個戰役，但你輸掉了整個戰爭。所以我個人覺得，川普現在已經是進退啊失據了。他當初判斷說很快的速戰速決，因為他嘗到委內瑞拉把那個馬杜羅活逮那個甜美的那個經驗，他覺得可以套用在這伊朗方面，就完全不是回事兒。所以他觉得把那个，我觉得他的敗筆就是把他的那個宗教領袖給炸死了，而且把他全家都死，就剩下這個繼承人，他的兒子。他上來之後，你想想看他的這些宗教一個神教的一個組織，一個政治呢，他能夠會寬恕美國。所以美國現在想要退的話，川普想要收手，恐怕也很難。對，現在就是看美國接下來的行動會是如何。除了加大空襲的力道以外，根據衛報的報道呢，多名以色列國防跟情報官員也表示說呢，如果伊朗新領導階層能夠撐過美軍一波波的轟炸，維持對於權力上的掌控的話，那麼這場衝突能不能成功，或者是說美方就宣布結束，然後呢，最終可能要取決一個關鍵因素440公斤的濃縮鈾，因為呢，這批濃縮鈾在2025年6月，當時大家如果還有印象的話，午夜之錘的空襲行動當中，被藏在一座山體底下，440公斤的量足以制造超過10枚的核彈頭。如果還留在伊朗境內的話，德黑蘭方面可能會借此加快研制核武。那美國呢也正在派遣就是正在考慮派遣地面部隊要進入伊朗來控制這批濃縮鈾，但到目前為止呢，一直都還沒有採取真正的行動。以色列官員表示，這場戰爭呢是一場高風險的賭局，如果成功的話，將會徹底改變中東，並且帶來更好的局面。好，現在問題來了。一直說要派遣地面部隊，但是呢，一直都沒有實際的行動。要控制這440公斤的濃縮鈾，當然要面對非常大的風險。我們在上禮拜已經討論到，也特別請教的就是紀文兄，地面部隊進到了伊朗，他真的面臨了真的是高風險嗎？他最主要考量的是什麼？我認為地面部隊如果在這個伊朗海邊海岸附近進行一個這個奪取橋頭堡，這個風險其實還可控，那相對成功率比較高。但如果說對伊朗的核設施，就是午夜之錘攻擊3個地方嘛，我們知道就是福爾多，還有這個納坦茲，還有伊斯法罕，這3個包括濃縮鈾啊、儲存設施相關的加工核有關的這些工廠，其實位於伊朗首都德黑蘭以南，這3個地方分別是距離大概100公里。這個200公里，還有350公里左右。是我們從地理上就知道，它是屬於伊朗中部，而且周邊都是高山。因此，你如果派特種部隊進入，你首先面對的問題就是你如何長距離深入，而且你要確保你有良好的後續補給。對，那這個對於美軍來講，我認為這個風險困難度就極高。那我們打開過去的歷史，美軍大規模對伊朗實施特種作戰，它的成功率是0。大家都知道，1979年當時派特種部隊要去解救美國這個駐德黑蘭使館這被關押的人質，當時其實是對美軍來講一個這個軍事災難。這些特種部隊在沙漠因為各種意外事故，其實弄得灰頭土臉，被迫快速撤軍。那因此，我不能說美軍如果經過稠密的計劃，他奪取這些核設施裡面濃縮鈾，成功幾率怎麼樣？但風險是極大極大。對，而且大家知道，你如果從事特種作戰，你要有良好周邊的基地。但我們都知道，美軍現在在波斯灣周邊的這種軍事基地幾乎被炸了一遍，包括空軍基地、海軍基地、各種設施等等。因此，對特種作戰來講，它的攻擊發起的有利據點和基地，目前存在很大的問號。你派航母或者2棲攻擊艦，距離又過遠，因此如果要派特種部隊去奪取，我認為它的風險實在太高太高。而且如果一旦失敗，對於川普來講，今年的選舉可以說不用選了。對。
現在有一個點，就是說要派遣地面部隊與否呢，就是關鍵在於說，你一定得派遣地面部隊，才有辦法摧毀這個在美國或者以色列口中所說的農所有。但是真的派遣出去之後，你也必須要面對相當高風險的人員傷亡。剛剛特別提到的是空中加油機的失蹤，而且呢，到目前為止統計美軍也有不小的傷亡了。川普或是美國能夠真的面臨更大的損失、更大的傷亡嗎？我們休息一下，繼續回來聊。中美互動牽動全球，美中競爭，地緣爭霸，外交、軍事、科技、經濟，多元觀點，權威分析，一同掌握2026全球新秩序、新賽局。每週6日，寰宇全世界，帶您走進全世界。